首爾的秋天原本應該伴隨着漫山遍野的烽紅，迎來一年中最具詩意的季節。然而，在2025年9月的那個清晨，流經這座有着1000萬人口大都市的生命之河漢江，卻毫無預警地沸騰了。起初只是江面中央冒出零星的乳白色氣泡，不到半個小時，滾燙的江水便夾雜着濃烈的硫磺惡臭大面積翻湧，無數死魚翻着白肚浮上水面，在接近攝氏80度的滾燙江水中被瞬間煮熟，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腥氣。首爾市民們驚恐地聚集在馬浦大橋與漢江大橋兩側，頂着滾燙的蒸汽向下張望。在漫天白茫茫的霧氣深處，漢江中央的河床赫然被一股未知的力量強行撕開，一道寬達100公尺、邊緣散發着死寂灰色光芒的深淵裂縫在江水中央緩緩蠕動。那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是一口史詩級的深淵裂縫。快逃！那是什麼東西？駝爬出來了！馬浦大橋上，原本駐足圍觀的市民中突然爆發出歇斯底里的尖叫。隨着漢江水的劇烈翻滾，一個個體型巨大、外觀酷似朝鮮半島古老傳說中鐵甲怪獸不可殺 Gasahe 的實體亞種捕食者緩緩從沸騰的江水中立起。駝們渾身覆蓋着高密度的琉璃質暗灰色甲殼，前肢沉積着厚重的花烏合金硬塊。當駝們用那類似金屬的巨足踏上漢江公園的草坪時，地表堅硬的柏油路面被瞬間剝夺動能，如同脆弱的餅乾般寸寸碎裂。韓國陸軍首都防衛司令部的 K2 黑豹主戰坦克與裝甲車隊在10分鐘內緊急駛上橋面。然而，現代文明的鋼鐵洪流在這些活生生的神話生物面前，卻迎來了最慘烈的潰敗。坦克發射的120毫米滑膛炮彈在接近怪獸周圍的粘滯力場時，速度被瞬間削弱了 90%。原本足以貫穿重裝甲的鎢芯穿甲彈，歪歪斜斜地砸在怪獸的鐵甲上，只擦出一蓬無力的火花，便無力地掉落在地。怪獸那沉重的鎢鋼至極之暴虐的麾下，重型坦克連同裡面的士兵被瞬間砸成了一地扭曲的廢鐵。江南區與汝矣島的繁華大樓在炮火與怪獸的衝撞中成片倒塌，黑色的濃煙遮蔽了首爾的天空。此時，韓國3大主流電視台 KBS、SBS、MBC 的常規節目早已中斷，畫面全部切換至現場記者冒死帶來的實況轉播。KBS 新聞的主播在首爾大樓頂層的臨時攝影棚內，背後是正在燃燒的汝矣島金融區，他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出，帶着無法掩飾的顫抖與絕望。各位國民，這裡是由首都防衛司令部前線傳回的最新消息。漢江中央的空間異常裂縫仍在擴大，軍方的常規重火器已被正式對該未知生物無效。政府已正式對首爾全域發布緊急疏散令，請所有市民立刻放棄車輛，往北部或內陸高地徒步撤離。電視畫面突然一陣劇烈晃動，前線記者背後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鋼鐵撕裂聲。一只巨大的不可殺亞種怪獸一腳踏碎了前方的防禦工事，暗綠色的粘稠血液在地上流淌。鏡頭隨後在一片強烈的電磁干擾雜訊中陷入了無信號的死寂。與此同時，遠在數百公里外的中朝邊境鴨綠江畔也迎來了屬於駝們的灰色挽歌。清冷晦暗的晨光中，邊境的鐵絲網早已被某種不可抗拒的重力拉扯得寸寸斷裂。江面上同樣破開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灰色孔洞，空氣中激盪着刺耳的引力撕裂聲。從孔洞中湧出的是體型如同一輛卡車、長柱數对鋼鐵熬制的巨大異獸。駝們的外觀竟與華夏古籍《山海經》中記載的地底荒獸有着驚人的幾何吻合度。駝們並非沒有實體的妖魔鬼怪，而是流着暗綠色粘稠血液、擁有高密度骨骼的古老亞種生物。駐守在邊境兩側的軍隊，在這些模式热兵器動能的怪物面前爆發了絕望的阻擊戰。重機槍的掃射與密集的火炮轟炸，將鴨綠江畔炸成了一片火海。但怪物的數量卻像是沒有盡頭般，不斷從江底的灰色分支裂縫中攀爬而出。江水被染成了混雜着鮮血與灰綠色未知液體的詭異顏色。無數平民在漫天警報聲中拋棄了家園，朝着內陸瘋狂逃竄。這一夜，整個東亞防線在活生生的神話實體化面前徹底震盪。東森財經新聞台的導播室裡，深夜11點半，原本早已到了收播時間，此時卻依舊燈火通明。
關鍵時刻的巨型 LED 電視牆上正反覆播放着由隨軍記者貌似拍下、帶着強烈干擾雜訊的首爾漢江實錄。畫面中，一輛 K2 坦克在怪獸的揮擊下瞬間瘪塌，暗綠色的怪物血液與高溫蒸汽交織在一起，模糊了整個鏡頭。我告訴你，這不是開玩笑，這真的不是開玩笑。主持人雙手誇張的揮舞，臉上的青筋暴起，對着鏡頭歇斯底里的大喊：首爾江南區昨天晚上真的爬出了那一只長滿剛毛、體型像卡車一樣，古代人稱之為不可殺的實體怪獸。西平，你怎麼看？台上的資深媒體人面色蒼白，拿着一根從黑市緊急借來的特制鎢鋼長刀模型，口沫橫飛地指着牆上的怪獸截圖。寶傑，我跟你講，全球的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現在都瘋了。資深媒體人激動地敲打着桌面，聲音高亢。根據剛剛從韓國前線流出來的解剖報告，這些怪物的肚子裡根本沒有鬼魂，全是實打實的高密度琉璃質角質層。坨們周圍那個能讓炮彈慢下來的粘滯力場，在古代就是人類看來就是刀槍不入的妖術。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大炮沒用了，那些不怕死的民間清理隊現在正提着傳統鐵工廠所打造的高碳鋼長刀，在那地底下衝啊，寶傑！而在另一個棚內，同樣火熱開播的57報新聞也進入了瘋狂的節奏。主持人站在鋪滿全球金融大盤跌停板的背景前，神色凝重而高亢。觀眾朋友，這是一場徹底顛覆全球地緣政治與財經版圖的核彈級洗牌。我們可以看到，隨着漢江與鴨綠江的防線崩潰，韓國三星與現代等重工業、半導體核心聚落已經完全陷入停擺。全球的電子元件供應鏈在今天晚上宣告徹底斷線。台上的財經專家隨即接過話頭，拿出一張精心制作的全球礦產黑市走絲路線圖。沒錯，現在常規的股票、期貨已經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數字，大眾唯一的生存希望全部壓在了黑市物資上。現在傳統的工具鋼和不鏽鋼根本沒人要，原本用於航太工業的鈦合金、高碳鎢鋼，以及我們從地下城怪物體內挖出來的原晶，在黑市已經炒到了天價。未來哪一個國家能搶先掌握大規模開採原晶的技術，誰就能在冷兵器時代掌握絕對的話語權。與此同時，57怪奇物語則用更具科幻與民俗感的神話視角，對今晚爆發的怪物進行了深度解密。節目熒幕上放出了《山海經》中青丘之山羽荒玉獸的古老拓印畫，並將其與中朝邊境隨軍記者拍到的異獸照片進行了重疊比對。名嘴指着畫面上那完美的肌和吻合度，眼中閃烁着近乎瘋狂的光芒。大家看這裡，這絕對不是巧合。這只在鴨綠江畔踏碎防禦牆的巨獸，其骨骼結構與《山海經》裡記載的荒獸有着高達 95% 的幾何相似度，這證實了我們的猜想。那些古老文獻記錄的根本不是神鬼，而是千百年前曾經短暫破開地表，來到人間的地底高密度亞種生物。坨們的血液是灰綠色的，坨們的骨骼沉積了特殊的金屬元素。我們現在面对的不是未來的科技戰爭，而是一場古老地底生態对地表文明的全面入侵。這些熱鬧、驚悚且極具綜藝感的深夜名嘴秀，透過電波傳進了全台灣成千上萬個家庭裡。百姓們一邊吃着超市搶購來的物資，一邊目瞪口呆地看着電視。而在台灣萬華區域中正區的那些老舊公寓裡，底層百姓們拉下了政府強制規定的防撬鐵捲門。他們一邊聽着電視裡主持人與各位名嘴的歇斯底里話語，一邊握緊了剛從鐵工廠買來散發着冰冷黑光的特制斬馬刀。收音機裡的政令宣導，電視棚內的激情分析，以及自家洗臉盆下水道偶爾傳來的咕嚕異響，交織成最真實的末日生活。原本屬於神話與傳說的恐怖，在這一晚被大眾媒體徹底包裝成了一場真實發生卻又極具沉浸感的末日狂歡。